好，我们来看一看这所叫美国国际学校。你看小朋友们坐在这儿一起交流学习。三角龙在给小动物上课，对不对？是一个红酒庄葡萄园区，是整个南半球地球上的南半部分最古老的酒庄。一家人坐在这儿看日落，看这是在房山 Cape Town， 哇，好壮观哦！桌山。小朋友们天然的游乐场，哇，这真的太美了！金色的阳光洒下来。然后我们到了开普敦的美国学校，它其实是在一个别墅区里面，是离市区大概有20分钟的车程。然后这是1997年建的学校。看，我们进到学校里面来啦，有好多小朋友在草地上玩。然后学校的建筑其实是荷兰风格，就像开普敦很多这种欧式风格一样，有荷兰的文化影响。好，我们来看一看这所叫美国国际学校，在南非的开普敦。看这儿的毕业生，这一部分都是去的美国的大学，这一部分都是去加拿大的，然后新西兰、澳大利亚、德国、意大利，然后西班牙都是些欧洲的大学，这些都是去的美国读大学，还有牛津什么，这都是这儿的高中的毕业生。Go see the little theater。这是音乐室。还有南非的乐器。看这边是图书馆，是1年级小学生的教室。这边是另外一间教室，现在没有学生。你看小朋友们坐在这儿一起交流学习，然后呢，教室里面还有这种小朋友玩的区域，里面还有 baby， 然后这可能是一个读书的角落，看有一个很舒服的阅读区域，有书架，然后这里还可以做游戏、化妆，然后学一些有白板。这边可能是在学一些，你看了解大自然、树枝，然后呢还有好多做手工的胶水、剪刀。你在这摆了什么呀？三角龙在给小动物上课，对不对？这个现在就要去他们，然后呢，这个crab叫所有的 animal 过来帮他把这个 triceratops 杀掉。哦，他们一起遇到了一只大恐龙，要吃掉他们了。这边有沙坑，还有小秋千，后面还有养小动物的地方。这里的家具都是原木的。音乐室，对，刚刚还有舞蹈室，然后他们会有学习表演，所有的学生都要学习音乐表演。这是一个大的表演厅，看前面是足球场、篮球场。哇，感觉这校园很漂亮呀，然后有这种历史的荷兰风格建筑，后面还有高山。身后的这种教师墙啊，上面就说这教师来自超过15个国家。然后参观这所美国学校呢，看它其实的课程是按照美国公立学校的，也就是我们在美国的话那些公立 public school 的学校课程。然后在5岁之前，它用的是 Reggio， 就是瑞吉奥教育，就是比较尊重小朋友的这种自然发展，而且同时有结合了很多自然教育在里面的。那我们刚刚了解了一下，像现在学费大概是本地的币是6万、9万，然后12万，也就是大概在美元的5000
到6000这个范围是1年哦，1年大概5-6千美元，然后在这里上学。然后这边有50多个国际的背景的这种学生，大概30%是南非裔，然后20%是美国裔，还有很多其他世界不同的国家。老师们的国际的这个背景大概是有16个国家的背景，大概也是主要是南非，然后是美国，然后是世界各地的孩子们。路边的围墙后面有非常多很大的房子。这有很大一片葡萄园，我们在这个地方说是已经有超过300多年的历史了，是一个红酒庄葡萄园区，是整个南半球地球上的南半部分最古老的酒庄。这个红酒庄的名字叫做 Groot Constantia， 是17世纪的时候，有一位在荷兰东印度公司工作的人获得了这片土地，然后呢，引入了葡萄在这种植啊，然后这边种植的最普遍的葡萄就是赤霞珠，所以呢，他们已经在这儿种植葡萄有300多年的历史了。这里是整个南半球最古老的这个葡萄酒庄，然后我们试一试这儿的葡萄酒吧。我们点了一杯 Cabernet Sauvignon 试一试。初始是有一些 cherry 的味道，然后呢有一些橡木桶中带来的坚果，还有香草的味道。我们试一下酒桌的餐厅啊，我点的是叫当地的特色鱼，叫 haki， 是白鳕鱼，很多的肉，几乎没有骨头，所以非常适合做这种 grilled fillet。我们在南非的餐厅发现有很多都有马来西亚的文化，查了一下，就是历史上有很多马来人呢以奴隶的这种身份来这边工作，所以可能其实历史上还是有很多渊源的。然后这一道菜呢就是南非版马来西亚菜，咖喱鸡、咖喱蝇，应该是蔬菜，其实跟马来西亚本地菜还挺像的，但是有一点南非的特色。很神奇啊！其实南非整个开普敦这个地方，我们就发现这里是一个各地又是文化、宗教、不同肤色、不同人种都是居住在这儿，这又是一个像世界村一样的地方。法棍配上 olive， 还有呢，它这特制的一种 butter， 感觉就是在非洲也可以生活，就像生活在 Napa Valley 或者法国南部一样。现在真的是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，你可以选择你想要的季节，可以选择你想要的生活方式，在世界这所主题公园里面自由的体验。现在到了开普敦市区的 Green Square Market， 还有非常多的人在卖这种African craft。南非的市场后面是欧式的建筑，然后还有这种天主教堂，这就是在开普敦文化大融合的效果。这儿开着发电机，为什么马路开着发电机呢？就说南非是经常的会停电，所以呢，很多商店在停电的时候自己就会拿出备用发电机来。我们订酒店的时候也发现，很多酒店的特色介绍就是我们酒店不会断电。说这条 Long Street 是在17世纪的时候是由荷兰的东印度公司建立的，在好望角附近的补给站。然后呢，在之后的几百年间呢，这条从一个贸易路线上的补给站，逐渐的就变成了现在就是有很多的画廊、咖啡馆、很多小店的一条步行街。走在这儿想到了西雅图的冬天，特别是拐角还有 Seattle Coffee， 然后整个植被也很像，然后天有点阴雨，然后树呢也都是枯了的状态。哇，这一栋是1903年的建筑，前方就是一条步行街。这是南非的国会，就在桌山之下。这是南非的国家图书馆，对面就是叫做 Company Garden， 是一座很大的公园。有一只大松鼠。他说谢谢你，你摸摸它。哇，我们从这儿上去。哎，姐姐上来啦！我们在一棵小树屋里。
从公园里面看桌山太壮观了。看我们开车上山了。我们乘车一路来到了 Signal Mountain 信号山的山顶，看哇，好美的海景。那这个位置好像就专门设计给人们用来一家人坐在这儿看日落，大概还有半个小时吧。看，这是在房山 Cape Town， 哇，好壮观哦！桌山。我们现在在 Signal Hill 信号山，眼前呢就是大西洋，然后整个开普敦的360度环景，后面还有桌山，就是把开普敦最有代表性的几个景点都可以一览无余，还有一个狮子山山头。然后我们现在在等着半个小时之后的大西洋日落。哇，太美了！看，这可以看到整个城市的海岸线，远处还有一座小海岛。小朋友们，天然的游乐场。看，太阳快要下山了，现在太阳进入了乌云里面，很美的光线。看，太阳进入到了云后，马上就会从云里出来啦。哇，这真的太美了！金色的阳光洒下来，然后里面的云层也是很有结构，很有多种的复杂的这种形状。看，山上的人们都坐在这儿欣赏着日落，等待着太阳出来的那一瞬间。看，有几只动物跑过来了。太阳从云层里面出来了，快要进入到最后环节。我们在看南大西洋日落。对，在南半球看南大西洋。之前在冰岛看了北大西洋日落。然后还有什么日落你比较印象深刻的？我觉得冰岛就是我们是在午夜12点看到日落，非常的印象很深。然后这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，在山峰上，信号山上，然后有这么一片地，然后当地有很多人过来一起欣赏日落。看这片飘在太阳上的云，然后的阴影就洒在了海上。这是巧克力。还有谁呢？哦，太阳要落下去啦！还有一叶扁舟。跟太阳说拜拜。拜拜。米娜说拜拜。哇哦，下去了！米娜，你看，下去了。明天再见，明天又是美好的一天。